还没回去休息啊？刚刚下班。其实你可以回去休息的，这里的护士会把爷爷照顾得很好，不用担心。我知道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打车。走吧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再见。你肚子饿不饿呀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吧。我不饿，谢谢。我是不是做饭特别难吃啊？还可以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傅云深，也许你以后会给别的女人做饭，但可不可以不要给她煮面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解除股东身份，我还得亲自飞一趟纽约？红石是一家美国公司，这是必要的程序。那当初你用我名字入股的时候，怎么不需要我飞美国？你是不是欺负我不懂流程啊？我没理由骗你啊。没理由。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场骗局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没理由骗我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柔然，我承认，我当初跟你结婚，我目的不纯粹。但是后来你利用我爸的支持，拿到了副总的位置，但你还不满足。你现在竟然让外面的公司来收购凌天，如果被人知道了，一定会戳着我爸的脊梁骨，骂他是叛徒。谁跟你说的这些？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，我自己有眼睛有耳朵，我会看会听。爷爷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？江阿姨为什么会被带走调查？为什么？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傅西周，
你不顾虑我的感受，我认了。当初是我爱你，要嫁给你，我愿赌服输。可是爷爷呢？他可是养大你的人啊！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放开！然然，我是真的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傅启昭，我之所以还肯来见你，是因为我们之间还有感情。但这种感情已经不是爱情。如果你心里对我还有一点点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，我求你了，放过我行吗？求你。多说了并不可惜。西周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你别看软软平时笑嘻嘻的，小时候她可爱哭了，一点点小事就哭得声嘶力竭的。而且啊，她哭起来，她容易喘不上气，有一次差点就没了。哎呀，这说这事儿干什么？5岁以后不是好了吗？可是我到现在一想起来，我还是害怕的要命。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女儿哭。西周，千万不要让软软伤心，好吗？I love you， 说多了只会平添寂寞几公里，我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失语，只为了在你说走之前先放弃。Cause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， 不是非要你来珍惜近乎荒芜的自己，一呼一吸，假装风雨。这个非人给不起，一句理直气壮的我可以。I need you， I need you。对不起啊，姑娘，哎，我刚才没注意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先别哭，刚才是没注意。姑娘，你先别哭了。对不起啊。姑娘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没注意。芝芝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小副总，这是你要的请款单和财务对账资料。谢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停职后有没有人来过她的办公室？没有，
连清洁工都没让进来打扫过。哦，对了，程秘书进来过一次。我知道了，您先去忙吧。老板，难道是西周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如果是他的话，就不可能会留下任何把柄。也对啊。难道是谁拿走了内存卡呀？忘了，有人做贼心虚跑路了。你说江俊？尽管单日期账双妈被停止的那一天，你去一趟监控室，调出财务部这一层所有江俊的话语。好。软软，软软，我们先起来，先起来。我们去车上说好吗？慢点。云深，见字如晤。抱歉，没能跟你当面告别。这些日子，我人生的主题好像就是一直在告别。承担的太多，我怕把你当做最后的依恋，舍不得放手。师哥。有事吗？对。我同意了。我知道，这会让你为难。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我。这几年的职业生涯，我见了很多生离死别。我以为自己做了足够的准备，可真正看着至亲在眼前消失，是那么难以承受。上班的时候，会情不自禁地走到他曾经住过的病房，这真要命。我不能再沉溺悲伤。奶奶也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我。离开也许是一种逃避，但我更愿意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云深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未停止爱你，我知道你也是，但我不应该再强求你。强求你非要让我们在一起。我想，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爱，它应该是愉悦的，不给对方负担和压力，尊重对方的意愿。路易·阿尔杜塞在《来日方长》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什么是能够去爱呢？就是拥有自我的完整性，拥有其力量，不是为了取乐，或者出于过分的自恋，而正好相反，是为了有能力做出馈赠，
没有匮乏和保留，也没有懈怠，甚至缺陷。我深以为然。别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希望你也是。祝好，祝久。软软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车了。外边下了这么大的雨。我带伞了。爷爷，您倒是睡得踏实，也不管管我。妈妈被调查，女朋友也被我弄丢了。你快醒醒！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。女人真的好累啊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有没有人见过我？我是朱舅，是这里的医生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要教大家一首唐诗《登鹳雀楼》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有没有小朋友知道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意思？有吗？有。那姐姐告诉你们啊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想要看到更美、更好的风景，就要更加努力，知道了吗？有没有人能读一下这首诗？好，你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
见信入伍，我又回到了脑岛。年初，多方势力因抢夺矿产资源，使得边境地区陷入一片混乱，人们被迫逃离家园，越来越多的人受伤、炸伤或者枪伤。源源不断的患者送到了医疗站，我们人手不够，我每天要做10几台大大小小的手术，睡觉成为了奢侈。我时常会在梦中听到枪击声，还有爆炸的声音。比起害怕，我更觉得无力。比起见到患者身上的创伤，我更害怕听到他们问我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我一切都好，别担心，想念你。没事，有话好好说。有话好好说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还能让你跑了呀？你快把我吓死！都是误会。我一直有联系你，这不是怕被别人盯上吗？你先松开，我快被你掐死了！你想让你姑姑背黑锅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让我姑给我背黑锅？去自首，说清楚公章是你偷的。对。这没有证据，不可以随便说话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不想相信，但是这事儿真是我姑自愿的。她是后悔反咬了我一口，是吧？当初是她让我帮着一起对付傅西周的。将军，你真是又坏又蠢。你以为财务办公室里面就只有一个监视器吗？你回来就毫无破绽了。你少唬我吧！你要有证据，你早报警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能进去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放过你？你利用你自己的姑姑去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放过你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她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我现在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去自首。你老婆和你小孩会得到很好的照顾。第二，我现在立马就报警，以后你的任何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。
傅先生，感谢你的配合，后边我们再联系。好，有劳了。客气。老板，你怎么知道将军今天会来医院啊？他这个人吧，唯一的优点就是疼老婆了。他老婆今天剖腹产。哦，要这么说的话，他还算有救啊。老板，你不知道，我刚刚在车里等你的时候，那是提心吊胆的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一个将军而已。我主要担心他认出视频里的人是我。我那身材那么挺拔、气宇轩昂、与众不同的，他就没有一点怀疑？因为心里有鬼的人，一乍自然就认了呀。主要还是我的演技好。哎，老板，我今年希望得到一个奖项啊，0天影帝。奖杯就不用了，多发点奖金就行。的确是。但是程乐，我也比较担心的是，你是不是本色出演？啊？朋友们送给我的那些红酒、咖啡机、巧克力豆，我竟然找不到。哎，你跟我找找吧。哎，老板，这次对江淑宁的打击可不小啊！傅凌天到现在都昏迷不醒，老天都给他们机会。哎，庆祝一下。不过我估计江淑宁不会关太久，所以咱们的动作一定要快。西周，咱运作这么久了，投入这么大，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有所动摇，不然我可没办法跟我们合作的那些投行还有投资人一个交代。不会的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协议准备好了吗 ？Of course。不过我们真的不拉一下周和顾吗？毕竟他们是傅家之外最大的股东。我岳父，或者说顾总，他现在应该很生我的气，不会愿意见我的。这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个女婿能顶半个儿，他顾长林看在女儿的面子上也不会亏待你。我知道现在为难的是你，不过以后如果有什么闪失，那咱们要一起解决。我可以试着去说服一下老周。他虽然一直站江淑宁，但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就以这种关系，恐怕难以抵挡眼前的利益。哦，对了，我见过刘总和汪总他们非常愿意配合我们。他们是跟爷爷醉酒的，所以啊，人都一样，利益至上，人之常情。不过，我有一个顾虑啊，顾长林他会不会先出卖你呢？出没出卖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傅云生现在被江淑宁的事给缠着了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股价一直在跌。就算江淑宁出来了，以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觉得那些老家伙会怎么选择？你接到江总了吗？哦，还没有，还得要一会儿。胡律师还在办手续。哦，对了，小副总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就不过去了，你接到他，直接送他回家。哦，好。那对了，小副总，那我怎么跟江总说比较合适呢？都可以。啊，我，下面来介绍一下红石投资收购。
各位，我想说的是，现在公司的状况的确不太乐观。之前公司的高管闹出了不光彩的事情，已经让公司的股价跌出了5日均线。一夜病危的消息也瞒不了几天了，所以之后的影响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。但是红石愿意以上个月股价的最高点给我们结算，所以现在的情况，我们都是受益的。所以请大家好好考虑一下。胡律师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江总，云深呢？刚刚说在路上了，可能在堵车吧。我们还等他吗？不等了。好。我做过调查，红石这几年在各行各业的投资业绩非常好。如果可以让他们加入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的公司带来新的资源和血液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继续。关于收购计划。里面有详细的资料，大家确认完了，做完决定就可以签字了。这我一来就要结束了。你要有兴趣的话。可以找陈欢要一份协议书。哦，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，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一些调查。红石的确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公司，但是这家公司并不是做风投起家的，他们呢？最主要的买卖呢，就是收购一些低价公司进行拆卖，所以我非常怀疑傅一舟的动机。这个呢，是几个红石的经典案例。林天现在是遭遇很大的困境，但是我们大家也非常的清楚，自林天创办以来。遭受过很大的危机，但是我们都平稳地度过了。况且我们林天还有自主研发的疫苗，还有稳定的客户群，所以大家千万不用紧张。你的决心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喊喊口号嘛，大家都会，变现就难了。副总也是为了我们几个元老着想，不想让我们一辈子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们几个年龄大了。经不起折腾和打击。是啊，这个我在私下也有个大概的了解。红石的条件对我们来说，的确是及时止损的。那你们没有听副总说过吗？副总的妻子顾软软也是红石的股东啊。这件事是傅西周瞒着冉冉操作的，冉冉知道了以后才跟他离了婚。大家也听顾总说到了，我跟顾软软已经离婚了，在法律的层面上，
我跟红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倒是小副总，把这件事情抬到桌面上说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？那副总你就直接一点说呗，绕这么多的圈子，目的又是什么呀？李周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若真的是好事，为什么背地里把我们聚在一起？红石现在的实力是不是事实？凌天现在的处境，它是不是事实？我跟顾软软离婚，怎么样处理我们婚内财产，那是我自己的私事，不会影响到收购计划，更不会影响到各位的利益，请大家考虑清楚。我是为了各位。爸，你快醒醒！你最疼的孙子来看你了。妈，你不在家休息，跑医院来干什么？我是担心你爷爷。是我太鲁莽，爷爷晕倒，也有我的责任。傅西周今天的动作，你都看到了吗？傅西周肯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。如果爷爷醒来，公司没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那就只能改变计划，摊薄股权。可洪氏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呀，只怕他们有备而来。那就看他们资金能耗多久了。还有公司那些股东们，他们向来是利益优先，这次肯定也不会支持我们的。目前的办法，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公司是爷爷的心血，在爷爷醒来之前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替他守着。好，我马上联系反收购专家。好。